今天我们要聊一段长达40年的对话拉锯，以及一场跨越生死的博弈。西藏精神领袖第14世达赖喇嘛今年已经90高龄，他在最新出版的回忆录中首度披露了与中国共产党反复谈判40年的内幕。为什么他从1979年开始一再释出善意，却始终没能换来西藏问题的解决？北京当局又是如何在谈判桌上一拖再拖，直到让对话无疾而终？更令人关注的是，随着达赖喇嘛步入晚年，那神秘的灵童转世问题浮出水面，未来谁将成为他的转世接班人？将出生在何方？是自由的土地，还是受到严密控制的中国境内？这背后蕴藏着藏人命运的重大转折，我们将深入探讨这一切，揭开达赖喇嘛与中共曲折纠缠的故事。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将近70年前，年仅19岁的达赖喇嘛还未流亡，曾在北京与中国领导人毛泽东见面。毛泽东起初对这位年轻的西藏领袖和蔼可亲，但在临别时却语出惊人地说：宗教是毒药。这句话让达赖喇嘛大为震惊。想象一下，一位视弘扬佛法为己任的青年活佛，亲耳听到共产大国的领袖如此轻蔑他的信仰。那一刻起，他隐约意识到西藏传统和中国共产政权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价值鸿沟。然而彼时的达赖喇嘛仍抱着希望，选择与北京合作，签署了17条协议，接受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同时中共保证西藏高度自治和宗教自由。可惜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协议签订后，解放军大举进驻，改革措施引发动荡，藏人和驻藏解放军的紧张不断升级。终于1959年西藏爆发大规模起义，达赖喇嘛被迫出走，流亡印度。最初那份和平共处的承诺瞬间灰飞烟灭。流亡印度后的20年，达赖喇嘛与北京再无直接往来，双方仿佛老死不相往来。西藏境内则在高压统治下艰难为生。直到70年代末，中国政坛出现新的气象，毛泽东逝世，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中共开始改革开放。就在此时，达赖喇嘛收到了来自北京的一丝善意讯号。1979年，时任中国领袖的邓小平透过达赖的兄长加勒顿珠传话，表示除了独立，什么都可以谈。这简单一句话，仿佛在黑暗中点亮了一盏灯。达赖喇嘛得知后，立刻积极回应，他组派代表团赴中国和西藏考察，想寻求和解突破。多年冰封的汉藏对话就此解冻了一个小口。然而历史往往充满吊诡，当达赖喇嘛的亲人和代表们阔别20年后踏上故土，情况出乎意料地发展了另一种风貌。想象一下，1980年前后，达赖喇嘛派出的事实调查团来到西藏时，所到之处竟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景象。成千上万的藏族百姓自发涌上街头，挥舞哈达欢迎，热泪盈眶地高呼达赖喇嘛的名字。他们从农村和寺庙赶来，只为遥望一眼达赖的使者，希望传达对流亡领袖的思念。这场景震撼了代表团，每个成员也深受感动。然而这样的场面却令北京当局大为震惊。中共原以为20年的洗脑宣传足以让藏民遗忘达赖，但现实是达赖喇嘛在藏人心中的地位依然不可撼动。北京开始紧张，猜疑达赖喇嘛是否意图借访问煽动分裂情绪，于是他们迅速收紧了对代表团行程的控制，对藏人自发的热情反应则视作警讯。不久之后，北京对达赖方面的态度变得冷淡许多，原本初露的互信嫩芽在不安的阴影下枯萎，一次破冰之旅就这样草草结束。尽管出事不顺，达赖喇嘛并未灰心。在整个80年代，他不断寻求和平对话的途径。他明白直接要求独立在现实上行不通，于是开始倡导中间道路，不寻求西藏独立，转而追求在中国框架内实现高度自治和宗教文化自由。为了阐述这一理念，1988年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上发表讲话，提出了著名的斯特拉斯堡建议。他提出可以接受西藏作为中国的一部分，但应该建立一个民主自治的西藏行政区，保障藏人的宗教、文化和生活方式。他希望这5点和平计划能得到中国领导人的认可。然而
北京方面对这番善意让步并不领情，他们公开回应称，达赖喇嘛的提议变相是否定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仍然是藏独思维，只不过披着自治的外衣。中共的强硬表态再度浇灭了和解的希望。更不巧的是，1989年局势急转直下，这一年达赖喇嘛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倡导非暴力、争取藏人权利的努力。然而在中国正发生翻天覆地的政治风波，北京的天安门广场上民主运动遭到血腥镇压，同时在西藏拉萨，中共也实施戒严镇压了藏人的抗议。一面是国际社会对达赖的赞誉，一面是中国政府对异议的强硬。达赖喇嘛的诺贝尔奖令北京当局恼怒不已，官方媒体对他大肆挞伐，称其为分裂祖国的叛徒。原本80年代末期刚有的一丝对话苗头，随着这些事件完全冻结，汉藏之间的裂痕变得比以往更加深重。正式谈判在之后的10多年里几乎陷入停滞。进入90年代，中共对达赖喇嘛寄出更严苛的政治前提，所谓一个放弃，两个承诺，意思是达赖必须公开放弃西藏独立立场，承诺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甚至还得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只有满足这些条件，北京才考虑跟他接触。这对长期主张自治而非独立的达赖喇嘛而言，无异于要他自绝于藏人民意，还要卷入中国内政，他难以接受。于是90年代整整10年，达赖喇嘛一方面持续在全球奔走，争取国际支持与同情，另一方面也透过非正式渠道探寻与北京沟通的可能。然而每当达赖喇嘛出访国外，受到高规格接待，北京就视之为挑衅，经常以外交压力报复那些会见达赖的国家领袖。在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中，双方找不到交集点。时光来到21世纪初，北京的态度出现了一丝转圜的迹象。2002年，在国际社会的呼吁和中国新一代领导人胡锦涛上台的背景下，中断已久的对话管道重新打开。那年9月，达赖喇嘛派出的私人特使落地加日等人秘密访华，与中国有关部门展开会谈。这是将近20年来双方首次坐下来谈。接下来几年，达赖喇嘛的代表和中共中央统战部官员陆续进行多次会晤，一时间人们对和平解决西藏问题再次燃起希望。从2002年至2007年，双方共进行了6轮会谈，表面上看气氛还算克制，北京允许达赖代表团来访，也听取了他们的自治建议。然而实质进展始终有限。达赖喇嘛方面在会谈中提出高度自治备忘录，详细阐述在不寻求独立的前提下，如何在中国宪法框架内实现西藏各方面自治，包括宗教、文化、经济等。这份备忘录希望中国承认所谓大西藏地区拥有统一自治权，这一点成了北京眼中的大忌。在他们看来，达赖要求的不只是西藏自治区，而是把四川、青海、甘肃、云南等省的藏区也划进来，简直是在搞变相独立。于是北京在会谈中对此明确说不。中共官员要求达赖喇嘛方面承认西藏自古属于中国，放弃所谓大西藏主张，谈判才能有下文。尽管障碍重重，对话仍在继续。达赖喇嘛抱着一丝希望，认为透过耐心沟通也许能化解误解。然而现实再次给了他沉重的一击。2008年，随着北京奥运临近，西藏形势突然失控。3月间，拉萨发生藏人大规模抗议和骚乱，随后迅速蔓延至整个藏区。这是20年来西藏最大规模的反中共抗议浪潮。北京当局出动军警强力镇压，造成许多伤亡和逮捕。中共一口咬定这场314暴乱是达赖集团煽动策划的，迅速终止了与达赖代表的所有良性互动。在国际上，北京也顶着巨大压力，强硬拒绝任何关于西藏问题的调停。就在镇压发生后不久，中共还是勉强同意与达赖喇嘛的特使再见一面，但这次会谈气氛极度紧张。北京方面斥责达赖是暴力事件的黑手，要求他收回黑手。达赖代表则否认参与煽动暴力，重申愿和平解决，但局势已不可逆转。2008年底，达赖喇嘛的特使向中方提交了关于全体藏人真正自治的建议备忘录，试图更详细回答中方关切。
然而中共统战部阅读后大为恼火，直接断言此建议是要搞半独立，不可接受。最终，曾经曙光出现的对话在2010年走到了终点。那一年1月，达赖喇嘛的特使最后一次访问中国之后再无下文。中共官方宣布，达赖方面所提的一切不过是要求变相独立，双方根本不存在谈判余地。而达赖喇嘛这边则感叹，北京完全没有诚意，只是一味要求他无条件地承认中共的所有主张，却拒绝讨论西藏真正的自治权，谈判陷入僵局，就此中断。40年的努力走到这一步，令人扼腕。达赖喇嘛在他的新书里坦诚，与中国政府就西藏前途问题的正式对话在2010年后就再也没能恢复。尽管如此，他并没有立即放弃。他透露自己在此后数年仍通过非正式甚至秘密的渠道尝试与北京高层沟通，一直到2019年为止。或许他希望中国新一代领导人习近平会带来不一样的契机。然而习近平上台后，对西藏和达赖喇嘛的政策更趋强硬。从2012年开始，北京在西藏地区实施高科技监控，高压维稳，对达赖的称呼从未松口，仍然骂他是披着袈裟的狼，拒绝一切接触。在书中，达赖喇嘛不讳言地批评，习近平执政的这10年，中国在个人自由和日常生活方面又回到了毛泽东时代的高压统治，只不过手段上用上了21世纪最先进的数位监控技术。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亲眼见证了北京态度的轮回，历任领导人或软或硬，最终都不愿给西藏真正的自治空间。回首这40年谈判路，达赖喇嘛也有深刻的反思。他描述了自己是如何在多年无果的谈判后认清，通过对抗争取西藏独立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转而改走温和路线，争取在中国框架内实现藏人的自由。这个转变让他在藏人当中招致了一些非议，一些激进的年轻藏人认为他让步太多，妥协过度。达赖喇嘛在书中坦诚，他的温和立场确实激怒了部分藏人，而且遗憾的是，他的做法在很大程度上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北京没有因为他的退让而做出对等的响应，40年的拉锯换来的几乎只是失望。然而达赖喇嘛并不后悔曾经尝试和平对话，他在新书序言中强调，尽管经历苦难和破坏，他依然坚定地相信，只有透过和平方式才能解决藏人争取自由和尊严的奋斗。这是他给西藏人民和全世界的讯息，非暴力的信念不可动摇，希望不会泯灭。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谈判之路走不通后，达赖喇嘛把目光投向了更长远的未来，一个超越他个人寿命的未来。现在西藏问题的焦点从谈判桌转移到了转世灵童的身上。达赖喇嘛现年90岁，这本身对藏传佛教来说已接近转世择定的敏感时刻。根据传统，达赖喇嘛圆寂后将转世投胎，寻找灵童继承转世是延续宗教领袖法统的重要仪式。但这一次，转世问题早早演变成一场地缘政治的角力。中共明确表示，第15世达赖喇嘛必须由中国政府来决定，而达赖喇嘛则一再强调，转世是宗教事务，轮不到无神论政党插手。双方剑拔弩张，仿佛预告着未来一场达赖之争。事实上，中共早在2007年就颁布《宗教事务条例》第5号令，规定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必须经政府批准，否则无效。这明显是冲着达赖喇嘛而来。条例强调所谓的金瓶撤签制度，这是清朝乾隆皇帝时期为防止活佛转世争议而设的抽签仪式。中共声称将来确定达赖转世必须按照这套仪式办，并由共产党政府拍板。换句话说，北京已经把达赖喇嘛的转世权牢牢抓在法律条文里了。一个无神论的政府要决定一个佛教领袖的来世归宿，听起来荒诞离奇，却是当前赤裸裸的现实。达赖喇嘛当然预见到了这一点，早在2011年，他就公开发表声明，表示转世权在自己这一方，强调除了转世灵童本人认定的委员会，任何政府或个人都无权干预。同时，他提出多种可能性作为备选，包括他自己挑选下任转世、在国外转世，甚至不再转世等方案，引发各种猜测。多年来，外界一直在等待他的最终决定。
尤其是他的办公室曾在2019年透露，达赖喇嘛将在90岁时征询藏传佛教高层和藏人民意，决定达赖喇嘛转世制度是继续还是终止。如今这一时刻终于到来。今年7月初，达赖喇嘛在达兰萨拉盛大的90岁寿诞庆祝活动上发表谈话，亲自宣布了有关转世的决定。他明确表示，达赖喇嘛的转世传承将会在自由世界继续延续下去。这等于暗示第15世达赖喇嘛绝不会出生在中国控制的西藏境内，而会在一个没有中共势力的地方寻得。达赖喇嘛郑重强调，根据数百年来的传统，只有他圆寂后自己指定的寻访小组和高僧委员会拥有确认转世灵童的权威，除此之外，任何人都无权干涉或擅自宣布所谓达赖转世。这无疑是对北京的明确抗衡。他的原话是，除了我极亲近的一圈僧人之外，没有人有权过问此事。这相当于当众堵死了中共插手的路。多年来，外界揣测他可能另辟蹊径，比如在自己生前找到继任者，或者宣布不再转世等。但如今他用行动打消了那些疑虑，他选择按照传统方式来延续达赖喇嘛的法统，只不过这一次转世将远离中共的掌控。值得注意的是，达赖喇嘛在公开宣示转世安排时，措辞保持了谨慎。过去他曾直接说，未来的达赖喇嘛将转世到自由世界，但这次讲话中，他并未明确重复中国以外这几个字。分析人士认为，这是他刻意避免刺激北京，以战略模糊保留一些空间。然而不管语气多缓和，核心立场已经摆明，下一世达赖喇嘛不会任由北京摆布。北京方面对此早有准备，他们手中一张最大的牌，便是手握被他们豢养的班禅喇嘛。在藏传佛教中，班禅喇嘛地位仅次于达赖。传统上，班禅和达赖互相承认对方的转世。1995年，达赖喇嘛依法认定了一位6岁藏族男孩根敦曲吉尼玛为第11世班禅的转世灵童。然而中共立刻将这个男孩与他的家庭秘密带走，从此失踪，迄今下落不明。取而代之的是北京自己挑选的一位所谓转世灵童，一个来自藏人官员家庭的男孩，被封为11世班禅，俗名堪布阙吉杰布。此后20多年，这位中国政府认可的班禅在官方培养下长大成人，成为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佛协副会长，频频在政府组织的宗教活动中亮相。许多观察者认为，未来他很可能受命担当一个角色，在北京宣布寻到所谓15世达赖喇嘛时，由这位他们扶持的班禅喇嘛出面主持转世认证，以增加合法性。在中共看来，这样既遵循了藏传佛教转世须由班禅确认达赖的传统，又能确保结果在自己掌控之中。如果事情按照这条轨迹发展，几年后的某一天，我们很可能会见到如此超现实的一幕，同时出现2个达赖喇嘛。试想某个未来的清晨，西藏拉萨的大昭寺里，中共官员齐聚，由他们选出的转世灵童正坐在金碧辉煌的法座上，被宣称为第15世达赖喇嘛。而几千里外，在印度或者别的什么自由国度，也有一个小男孩，经过达赖喇嘛的亲信高僧团多年寻访，被公开认定为真正的达赖喇嘛转世。2个年幼的孩子各自被冠以同样的名号，一个由共产党背书，一个承继了西藏传统。这将是何等吊诡而充满张力的场景，对广大藏族信众而言，又将是一场心灵与信仰的考验。在大多数流亡藏人和西藏境外的支持者眼中，答案几乎毫无悬念，他们只会承认达赖喇嘛本人指定寻找到的转世灵童，而把北京推出的视作政治傀儡。事实上，不少境内的藏人私下里也持相同看法。当年被中共立为班禅的那位年轻喇嘛，即便有官方光环加持，至今仍无法获得藏人民心。多数藏人仍尊称被掳走的男孩为真班禅喇嘛。可以预见，一个没有灵性威望、由政府操纵的达赖喇嘛，注定难以被真正信仰佛法的藏人接受。可是，从另一面看，中共绝对不允许西藏境内有人公开尊奉流亡藏人认定的达赖转世。届时，
他们很可能会祭出庞大的宣传机器，美化自己选定的达赖，并严厉打击任何敢议论另一位达赖喇嘛的行为。这场双胞达赖之争将使原本就复杂的西藏问题更添扑朔迷离。除了宗教层面的较量，达赖喇嘛转世问题还会引发国际间的角力。比如，印度作为达赖喇嘛及藏人流亡政府的东道国，很可能支持由藏传佛教界自行认定的转世灵童，而中国则会利用其经济政治影响力，要求各国承认由北京宣布的那个合法达赖喇嘛。届时，一些与中国关系密切的国家可能站在北京一边，而民主国家和佛教信众则更倾向支持真正获得藏人尊崇的转世者。可以预见，未来的达赖喇嘛身份之争将不仅是宗教问题，更会演变成外交战线上的拉锯。达赖喇嘛本人对此局势并非没有幽默感，他曾半开玩笑地表示希望自己再活个30年或40年，意思是如果他真能活到120几岁，或许这场转世之争就要拖到21世纪中叶。北京现在所有的如意算盘都得先搁一搁。当然，100岁高龄只是玩笑，但这句话背后也显示出老人家的豁达与乐观。他总是说自己只是个简单的和尚，没有什么特别之处。然而现实中他承载的却是千万藏人民族与信仰的寄托，承载着一场延续几十年的非暴力抗争。如今他年事已高，却依然为未来做出最后的铺排，把所有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务求确保西藏人的希望之火不至于因自己泄势而熄灭。或许有人会问，这样的安排究竟能否如达赖喇嘛所愿？北京掌握着强大的国家机器和军警力量，似乎胜券在握，而达赖喇嘛拥有的是藏人民心和宗教传统的合法性。在当今世界，硬实力往往压倒软实力，但信仰的力量有时也能创造奇迹。达赖喇嘛40年来的经验教训，可以说正是一部与强权周旋的历史。他从年轻时满怀理想，试图说服中国领导人给西藏真正的自治，到壮年时不得不接受谈判无望的残酷，再到晚年决心用转世这部贤妻冷子来出奇制胜。个中曲折令人叹息，这位高龄老人用一生诠释了坚持与变通的双重意义。该谈判时绝不放弃对话机会，该强硬时也绝不让步核心原则。达赖喇嘛的新书取名为为无声者发声，顾名思义，他是要替那些在中国统治下无法发声的藏人民众向世界讲述真相。在书里，他提醒国际社会别因其他全球危机就遗忘了西藏人民争取自由的努力。他毕生最担心的就是西藏问题被世界遗忘。如今在这本回忆录里，他既讲述了过去的种种艰辛对话，也为未来留下了指引。他直言北京可能会在他离世后玩弄转世把戏，正如对班禅喇嘛所做的那样。为了防止出现那样的结局，他宣誓将在中国以外转世，必要时甚至愿意征求藏人意见来考虑终结达赖喇嘛转世的传统。可以说，他已把一切都考虑到了，也坦诚了最坏的打算。所幸的是，多数藏人还是希望达赖喇嘛的传承继续下去，因为那是西藏民族身份的一部分。在折冲之下，他最后决定顺应民意，让达赖喇嘛的转世会命延续。接下来就要看历史如何书写这场双方的博弈了。达赖喇嘛目前依然健朗，他常开玩笑说自己除了膝盖不好，其他都好，或许还能活到100岁以上。我们当然乐见他长寿安康，毕竟只要他健在一天，西藏人心中的主心骨就还在，北京也不敢轻举妄动。然而生老病死乃自然规律，没有谁能永远避免。未来若干年内，当这位慈祥睿智的老人最终离开人世时，西藏命运将迎来一场大考，那将是西藏问题新的篇章，也是最艰难的一章。习近平领导下的中国绝不可能在政治上松懈对西藏的控制，他们深知达赖喇嘛的精神感召力，因此势必要扶植一个听命于己的新达赖，借以削弱藏人的抵抗意志，而流亡藏人和支持者们则会团结在真正的达赖转世周围，延续流亡政府的旗帜。两个达赖喇嘛并立的局面，如果真的出现，将是前所未见的。也许在一些不熟悉内情的国际观察者看来，会一时感到困惑，谁是真谁是假。
但对懂得西藏历史的人而言，判断并不难。正如达赖喇嘛本人曾说过的，如果中共真的选出一个达赖喇嘛，那个人将不会受到除了少数被强迫的人以外任何藏人的尊敬。时间会证明一切，最后我们不妨拭目以待，究竟是北京的铁腕和谋略更胜一筹，还是达赖喇嘛的智慧与信仰力量能笑到最后？40年来无果的谈判告一段落，但西藏人民争取自由与尊严的道路并未结束，它只是转换了战场，从会议厅转向更奇特的领域——信仰与转世。在这场前所未见的较量中，我们看到了一个古老宗教传统与现代集权政治的直接对撞，我们也看到了人性中坚毅和平的一面与现实政治冷峻算计的一面。达赖喇嘛用他的一生告诉我们，有些事情值得花一辈子去努力，即使结果未如理想，但过程本身已经凝聚了无数人的希望与信念。他相信对话，即便对手充耳不闻；他秉持非暴力，即便遭遇武力镇压；他强调慈悲与宽恕，即便面对辱骂与迫害。也许正因为这种精神，西藏的火种才能历经风雨而不灭。未来的道路上，无论出现怎样的波折，相信总有人会记得这位微笑的老人曾经说过的话：不要放弃希望，以慈悲之心坚持我们的奋斗。对于苦难深重的西藏而言，这或许就是最宝贵的遗产。西藏的故事还在继续，90岁达赖喇嘛为无声者发声，揭示了历史的真相，而他的转世传奇将在未来接力，成为新的篇章。当我们展望未来，不妨怀着一点乐观，也许有朝一日，真正自由的达赖喇嘛可以重返布达拉宫，带领他的人民诵经祈福，再无禁忌。那将是历史的巨大讽刺，也是最动人的圆满结局。纵然现实残酷，但梦想和希望从未离开过雪域高原。正如那首西藏民谣所唱：太阳会升起，黑夜将过去，谁能最终赢得这场超越生死的对决？唯有时间和因缘能揭晓答案。我们将继续关注，静待历史给出公论。